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解散暗河，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超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了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，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沈燕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，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瞳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珂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巢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
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。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隐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，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沐雨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当年我也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暗河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
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朱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老大该不会……有人过去了。大哥说了，等他消息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可以妄动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颖12孝肯为你卖命，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欲无求。有的人想做英雄，有的人想做侠客，有的人想家财万贯，有的人想名震天下。暗河其实很强大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实现和改变很多东西。我有野心，而他们亦有所求。与其浪迹天涯，不如握紧手中的剑，和那些想要主宰我们命运的人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
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棺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对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血剑。他在吸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10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2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
撑不住了！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执三鬼了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了，苏沐雨。
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霸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好。当时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穆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北离江湖，波澜壮阔，南城雪月，东城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。可光明之下必有阴影，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，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了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，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只见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，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，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，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云青使托大，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了。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约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
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到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哼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啊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林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
你那个红痕就会飞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饮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啊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哎，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。姑娘莫怕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，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雪落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
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？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，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傅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，还有一个玩匕首的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长河。
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散众残忍，为何不敢一些？谢家的风舞龙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镜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
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吗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他。